秦捕头，又是相同的作案方式，已经第几起了？第3起了。这个尸体是打更人发现的，可是打更人也没看到嫌疑人的长相。同样是被勒死的，死前有过激烈的挣扎，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今夜戌时。对了，我记得第1起案发的夜晚，是不是也下雨？对，是雨夜。嫌犯都是在雨夜作案，被害人都是年轻女性，均未遭受侵犯，都是因为窒息身亡之后，被红绳捆绑，背后再画上相同的符咒，再放置案发现场。秦捕头，这次受害的都是成年女性，一般这样的案子，我们都清楚，案犯一定是非奸即盗。可这次所有的受害女子都没有遭受凌辱，反倒是死状惨烈。我想，这个嫌犯应该对女性有着莫大的怨恨。能用一根粗麻绳活活将对方勒死，连续3起不被别人发现，嫌犯很有可能是一个人，且身强力壮，为成年男子，大概在20岁左右。大家看，从发现尸体这3个地点可以确定，嫌犯对于城门到后巷再到南市码头的路线是极其熟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范围，重点排查这一带的独居男子。知道了，秦捕头放心，我们这就行动。走。是。哎，等一下，最近凡是雨夜，都要加强巡逻，增派捕快人手，以防嫌犯再次作案。我知道，把我刀拿来。当时我们加调了人手，挨家挨户上门查，单身独居的男子成了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那时阴雨绵绵，但凡下雨天，夜间我们都会全城巡逻。可是接连查了数日，均一无所获。我记得那日艳阳高照，秦捕头判断夜里应该不会再下雨了。也是因为连日我们都白天巡逻，晚上值班，所以大家都很辛苦。秦捕头就备了一桌酒席，让我们好好喝酒放松一下。可没成想，那天夜里凶手又开始作案了。我就不明白了，昨夜没有下雨，凶犯为什么改变了行凶的习惯呢？或许下雨是行凶的条件，但非是必要的条件。嫌犯都是在雨夜作案，很有可能是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因为下雨，他会提前收工回家，所以就有了作案的时间。让我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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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让我进去！是死者王纯的弟弟，嫌犯行凶时他也在场，并且指认凶犯是个男子，只是他也没有看清楚行凶者的脸。你叫什么名字？王莽。王春是我阿姐，我听他们说我阿姐死得很惨，但是我还想见我阿姐一眼。你不害怕吗？王春是我阿姐，她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害怕。
是被人害死的，求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求你了。放心，我们一定会还你阿姐一个公道。这么多年了，这些悬案到现在都没破。若当年这个凶犯并未被抓住，他极有可能再次犯案，但是也不排除有人模仿他的凶案手法作案啊。我们不能因为作案手法相似，就直接断定是同一人所为。不，一定是同一人所为。你们看，啊，这红色的麻绳，这捆绑的奇怪姿势，还有背后神秘的符咒，和原来的嫌犯一模一样。你说王莽当年见过嫌犯，他现在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带我去看看。码头到了，就在前面。哎，王莽，王莽，来，哎，苏捕头，哎，苏捕头，嫌犯可有消息了？嫌犯没找到，得有点别的消息。来，我们坐下说。苏捕头，今天我们在东市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名叫秋花。案犯作案的手法和当年杀死你姐姐王春的手法一致。你笑什么？这么多年，我最担心嫌犯早已成家立业，不会再犯当年的命案。如果是这样，我就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他是谁了。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只要他敢再犯案，我就一定有机会抓住他。王春被杀的时候，你看到嫌犯了？那你能把当年的案件详细说说吗？那天的事儿，我永远都忘不了。阿弟，你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啊？阿姐骗人，说好的如果把萝卜卖完了，就给我买糖串的。娘还在家病着呢，我们都要吃不饱饭了。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吃的，就我没有？我还比他们更用心呢。来，抱起来。好了好了，来，那小马，买一串，阿姐不吃啊。阿姐真好，一串有5颗，我给阿姐一人2颗，还有1颗留给娘。哎，小马，慢点儿。来，小阿弟拿好。谢谢。那我要这一串吧。哎，好。快吃！面具人左手持木棍，他应该是个左撇子，身长约6尺。如果当年我听阿姐的话，跟他一同回家，不去买那串糖，阿姐可能就不会死。那他为什么不杀你呢？哎，王莽，哎，苏捕头，我去干活了。好，你先去忙吧。如果嫌犯被他看见的话，那很有可能嫌犯的惯用手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一点不能作为嫌犯的特征。那他能活下来，也算侥幸了。这也不是侥幸啊。第一，他没有看到面具人的脸，当然不会被灭口。第二，你看，现在受害者都是女性，有没有可能女子才是他的目标？他对男子不感兴趣。这个面具人，他家是不是就是卖面具的呀？
我也想到过，当年我把所有卖面具的小商小贩都排查了一遍，没什么嫌疑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这个案犯每次作案之后，都会把死者的尸体摆成各种奇怪的姿势，还用朱砂在死者的后背写下一些奇怪的符咒，这一定是有目的的。我倒听说过，有一种仪式可以复活人，会不会是这个案犯为了复活自己身边死去的至亲好友而举办的一种仪式？既然是复活的话，那为何要隔27年才犯？对啊，也许27年前，他曾经成功的把自己的亲人复活过，所以他就收手了。但27年后，他身边又有亲人死掉了，所以他想把这个事情再重复做一次。照你这么说，接下来还会有人死。你放开我！放开我！这儿就是价格房了。这里所有的案宗都有吗？那是当然了。哎呀，别瞎翻，我们要找的卷宗在那儿。来，瞧见没有？这就是秦捕头当年办案留下来的卷宗。秦捕头有一个特点，他所办过的案件，他都会过目不忘，完完全全都会记录下来。哎，你们看，秦捕头是一个为人仔细的人，他不光是记忆力超群，而且他自己有作画的能力，他会每次把案发现场的情况都画下来，以供日后查阅。这些都是秦捕头画的？那当然了。秋花的死状你还记得吗？嗯。你找画像师再画一份，我想对比看看。这个我也能画。苏捕头，我们在东市口又发现了一具尸体，作案手法跟此前一致，是同一人所为。这里呢，就是梁波他家。行了，安排点人在外面布防。是。梁波，梁波，这是衙门的苏捕头，李仵作跟觉明使。我们进去看看。行了。咱们先去看看尸体吧。死者呢，名叫梁初一，是梁波的独女。梁初一啊，婚内有一夫，两个人共同养育一个小女，今年8岁有余了。死者上身仅着一件红色的肚兜，全身被红线缠绕，头部、双手均被吊起，双腿跪在桌上，状若木偶，脸色惨白，双眼猩红。死者背部有朱砂绘制符咒，尸斑较为明显，死亡时间4个时辰往上。脖颈处有约1寸的勒痕，呈现紫红色。初步判断死亡原因
因是被勒至脖颈窒息而亡，死后再摆成此怪异模样。虽说看起来相同的怪异，可在手法上还是有些不一样。你看，尸身呈现一种跪坐的赎罪状态，虽然面部表情非常的痛苦，可是他的嘴角却强撑着一丝微笑。死得这么痛苦，他为何会笑呢？嘴里有一个木棍，应该是在口腔内部用木棍把嘴角撑开，固定一段时间之后，肌肉会在新的位置形成一种尸僵，从而维持这种微笑的模样。秋花嘴里有木棍吗？没有。死者身上有常年熬制定喘汤药材的味道，他生前是否患有上气结？梁伯，我得问您个问题啊，你女儿她可有上气结啊？我小孙儿有。那你小孙子在家吗？昨日我送小孙子去乡下，女婿恰巧外出劳作，小女儿便独自守家。今早我回家来，推开门，就看见小女的尸体，我就看见她他知道我最喜欢吃牡丹饼，他就去街上给我买了。书意啊！他们死的可真惨，我们一定要早日把真凶抓到，不能让他们白死了。这是梁初一和秋花的死状。全明，看看。按照目前的线索，被害者应该被嫌犯长期跟踪，然后摸清楚他的家庭地址之后，趁他一个人方才下手。是啊，秦捕头当年也是这么说的。这个面具人会以东市到码头为范围，在宵禁之后开始下手，目标就是单独行走的女子。
得手之后，再将尸体拖至家中，或者预先设定好的地点，然后再摆成案发时的状况。夜间专行于码头、东市口。既然他专挑独行女子下手，我来做诱饵，引诱他出来。这不行，这根本就不可能，太危险了。我倒觉得大小姐说的很有道理啊。那有我在怕什么？我就跟在他后面保护他，嫌犯一出现，我立马把他抓住了。行你个头行！爹，闭嘴！这事不许再提了，这事绝对不行，实在是太危险了。当年就是这么出事的。秦捕头尝试过，是谁做的诱饵？对啊，没听你说过呀。那是在王纯死后的几日，当时王莽每日都坐在衙门口，催着我们赶快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大家把下雨就会打烊的生计都列举出来，每人说一个。农夫雨天无法劳作。哎，我也想到一个，渔夫，如果下雨大的话，他们是不会出海打鱼的。车夫雨天道路泥泞，马车行驶困难，马也容易打滑。说得对。船夫雨天水位上涨，水流加速，没人会乘船。走商贩、烧饼店摊主、路边的卖货郎，都会因为雨天路湿难行而获益损，所以歇业。说得对。不过这样的话，这嫌疑犯的范围也太大了啊！查嫌犯再要紧，也没有填饱肚子要紧啊。来，哎呦，这什么好吃的？大肉饼啊！别抢，别抢，给我抢！一人一个，抢什么抢？我来这个啊！我来这个，真香！尝尝。我就不吃了。查案再要紧，也要补充好体力啊，不然怎么抓嫌犯？现在嫌犯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呢。对了，刚才你进门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小孩吗？你把这个肉饼啊给他送过去，他一定饿了。他是谁啊？这个地方咱们必须得注意，苏阳，对吧？哎，好。哎，好，我带你去，走。来，拿着，还有呢。啊，对了，这个给你，里面装了合欢香和夜游藤，能够帮助睡眠安神的。就得，把鼓拿给他。所以，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了。原来如此。哎，对，最近你也不要老出门啊，这外面真的太危险了。你刚才说，面具人专挑夜间独行女子行凶。不如这样，让我作为诱饵，这样你们在暗处埋伏，不就抓得快了？那怎么能行呢？太危险了。你想想，你们一群捕快，夜间挑着灯笼出行，傻子才会出来行凶呢。可是，你们若是埋在暗处，等他一出现，你们就能把他抓个正着。那也不行，太危险了。啊！等等，我这样不也是为了让秦捕头能够尽早结案，早点睡个好觉吗？那也不行，太危险了。啊！等等，那你把饼给我吐出来。你吃了我的饼，就得听我的。你在外面等着，等我消息。我把苏香的想法告诉了秦捕头，起初秦捕头也不答应，可架不住苏香再三的央求。当时呢，
们大伙也都是急于破案，我呢，就和这个臭小子想的一样。我想我和秦捕头可以跟在苏香的后面，万一歹徒出现了，我们也可以跳出来保护他。所以呢，我们就选了一个雨后的夜晚。可没想到，也就在那个夜晚，发生了事情。嘘。哎呀，不好，贼人在那边抓了，我们快去吧。先生，姑娘，姑娘，你们几个分头去找。是。姑娘，醒醒！好，苏香，对，照顾好她。好。苏香，苏香。我们调派人手，整整找了一夜，直到1日清晨，才终于找到了他。来，让一下。苏捕快，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我也忘了关门了啊！今天一大早我来开店，打开米铺我就看到了，我赶紧就报了案了。秦捕头，怎么会这样？这个给你，能够帮助睡眠、安神的。怎么会这样？不如这样，让我作为诱饵，这样你们在暗处埋伏，不就抓得快了？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可能是因为打草惊蛇了。苏香死后，那个嫌犯就再也没有犯过案。可是这件案子，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苏香所在的香囊店现在还在吗？早就没了。一定还有线索的，我们再检查一遍。咱们把东市到码头的路线再走一遍。死者张小秋，年龄21岁，酒坊老板的小女，家住东市，被发现尸体的时候是在东市的枯井边。死者王秋花，年龄32岁，码头洗衣女，家住码头边里坊，发现尸体就在其家中。死者苏瑶，年龄19岁，茶楼掌柜的小妹，家住西市，被发现尸体的时候是在码头的仓库。死者梁初一，年龄30岁，船夫梁伯小女，家住东市，发现尸体是在其家中。死者罗佩，年龄20岁，布庄老板的女儿，家住东市，被发现尸体的时候是在东市街角的家中。死者苏香，年龄20岁，香囊店老板娘的亲妹，家住南市，发现尸体是在东市米铺。死者王春，年龄19岁，家住市郊，母亲重病在床，发现尸体的时候是在东市裁缝铺边的小巷。所有发现尸体的地点都在东市，且所有归家的路都是由近至闹，方向是穿过各大商铺，然后通往码头。嫌犯或许就是住在码头的周围。渔夫、船夫、码头行货商，身强有力，
他对东市到码头之间的路线十分熟悉。犯案时年龄应该在30以内，是本地独居的。如今年纪应该刚好50左右。苏了，按照决明说的，50岁上下所有在码头的都给我排查一遍。是。我知道凶手是谁了。乱世中唯我能掌控，一瞬间都化成乌有，有千万种结果都成空，往后我又能为谁而活？曾经为谁来世而游，迷途中有